2019年，基努·里维斯出席一场发布会，主持人问了一个有点哲学的问题：当你死后，你希望人们如何记住你？现场安静了下来。这位好莱坞巨星，这个经历了挚友吸毒过量而死，亲生女儿胎死腹中，一生挚爱车祸身亡的男人，沉思了几秒，然后对着话筒轻声说了一句 ：“I know the ones who love me will miss me。”我知道，那些爱我的人会思念我。就这一句话，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不朽的功业，只有最简单、最柔软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那一刻，全世界都好像重新认识了这位巨星。我们活在一个极度渴望被看见、被认可、被记住的时代。我们用头衔、财富、粉丝数、朋友圈的点赞数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我们拼命地向世界证明我很好，我很重要，我值得被爱。但基·里维斯，这个站在名利场最顶端的男人，却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人生最高级的活法，或许是拥有第二套生命系统。第一套系统，我们称之为外部积分牌，它的计分规则由世界制定，你的职位、收入、房产、社会地位、别人的评价，我们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在这套系统里疲于奔命，为分数焦虑，为排名内耗。而基努·里维斯活在第二套系统里，我们称之为内在积分牌。这套系统的计分规则完全由你自己制定，它衡量的是你是否忠于自己的内心，你是否活得诚实、善良，你是否对这个世界，也对自己足够温柔。当你切换到这套系统，你会发现，人生中90%的烦恼都消失了。基努·里维斯的故事，你们可能都听过一些。他把《黑客帝国》70%的片酬分给了幕后工作人员，只因他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他没有豪宅，没有保镖，穿着破旧的靴子坐地铁，把食物分给流浪汉。他会在路边陪一个流浪汉聊天，也会在自己的生日独自买一块小蛋糕，插上蜡烛，为自己庆祝。在外部积分牌系统里，这些行为简直不可理喻。他本可以活得像个国王，但他却选择活得像个普通人。为什么？因为他的人生早就经历过外部积分牌上所有分数都归零的时刻。他眼睁睁看着最好的朋友瑞凡·菲尼克斯因为吸毒过量倒在自己面前，他满心欢喜地等待女儿的降生，等来的却是死胎。1年多后，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伴侣詹妮弗·塞姆在一次车祸中当场死亡。命运拿走了他的朋友，拿走了他的孩子，拿走了他的爱人。外部世界能给予他的一切，金钱、名誉、掌声，在这些巨大的悲痛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毫无意义。我想，正是在那些黑暗的、一无所有的时刻，他被迫关闭了那套嘈杂的外部积分牌系统，转而向内，去构建那套只属于自己的内在积分牌。这套积分牌上最重要的分数叫做自洽。所谓自洽，就是和真实的自己握手言和，不因为自己的缺点而自我攻击，不因为自己的悲伤而强颜欢笑。基努·里维斯从不掩饰自己的悲伤，他被拍到在长椅上独自吃三明治，表情落寞。全世界的网友为他发起加油。基努的活动，他没有愤怒，也没有辩解，只是淡淡地说，一个人的悲伤有很多种形式。他接纳了自己的悲伤，把它看作是生命的一部分。他没有被悲伤摧毁，而是带着悲伤继续前行。我们很多人恰恰相反，我们害怕暴露自己的脆弱、不完美。我们失恋了，假装我很好，
工作搞砸了，假装没关系，内心明明很焦虑，却要发一个看起来云淡风轻的朋友圈。这种假装就是一种内耗，你把大量的能量用在了扮演一个更好的自己上，而不是成为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自洽的人，内心是完整的，不拉扯，他跟自己相处得很舒服，所以别人跟他相处也会觉得轻松自在。你不用在他面前伪装，不用担心说错话，因为他连自己都接纳，又怎么会不包容你呢？这种由内而外散发的安稳和真实，就是人格魅力的核心。它不是你能说会道，不是你八面玲珑，而是你这个人让人觉得靠谱、可信、舒服。而这种人格恰恰是内在积分牌系统里最重要的资产。当一个人开始用内在积分牌来生活，他的内核就会变得异常稳定。内核不稳的人像一艘没有锚的船，一点风浪就能让他剧烈摇晃，别人一句批评能让他难受一整天，一个项目失败能让他彻底自我怀疑，一段关系结束能让他觉得天都塌了。他的价值感建立在别人的反馈上，他需要外界持续的肯定、赞美，才能觉得自己还不错。这很累，因为外界的风是永远不会停的。而内核稳定的人，他的锚深深地扎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基努·里维斯红了30多年，围绕他的有无尽的赞美，也有刻薄的嘲讽。有人说他是好莱坞圣人，也有人嘲笑他面瘫演技，但他从不回应，从不争辩。他好像对外界的评价有一种免疫力，他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他是个好人，因为他的内在积分牌上善良这一项，他每天都在给自己打分。他不需要影评人告诉他他是个好演员，他只需要对自己选择的角色付出的努力负责。这就是内核稳定的力量。你的价值感来自内在，而不是依赖他人。你能平静地面对压力、拒绝、误解，甚至诋毁。你不是不敏感，而是不轻易动摇。你会发现，无论在家庭还是职场，那个真正能压得住场的人，永远是那个情绪最稳定、反应最冷静的人。只要他在，大家就觉得心安，事情就乱不了。这种稳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次次看清外部积分牌的虚幻，并选择回归内在积分牌之后，慢慢修炼出来的。那么，我们普通人该如何从嘈杂的外部积分牌系统切换到这套能让我们安身立命的内在积分牌系统呢？这不是读几本书、听几堂课就能完成的，这是一场漫长，甚至有点痛苦的内在旅程。第一步是觉察，觉察你每一个起心动念。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一个想法、每一句话、每一个情绪的背后都有一个程序。你为什么突然对亲近的人发火？你为什么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你为什么不敢争取你想要的东西？这些反应模式很多都源于你的童年。心理学上那些听起来有点学术的划分，什么口欲期、刚欲期、俄狄浦斯期，说白了就是我们人格的地基。比如一个成年人如果极度害怕被冷落，像个孩子一样粘人，很可能是在婴儿时期没有得到足够的回应和拥抱，他的信任和安全感地基没打牢。一个成年人如果控制欲极强，不允许自己和别人犯一点错，追求完美的秩序，很可能是在学走路、学自己吃饭的年纪，被过度管束或指责，他的自主性地基出了问题。一个成年人如果在亲密关系里总是在讨好、失望、自责的循环里打转，很可能是在童年
没有从父母那里学会健康的情感模式。我们总以为那些是性格问题，是运气不好，是遇人不淑，但很多时候那只是你的人格某一部分还没长大。一个40岁的人内心可能还住着一个5至6岁的害怕被抛弃的小孩。觉察就是让你看到这个内在的小孩。当你开始问自己，我现在的反应是一个成年人的反应，还是我内心那个小孩在哭闹？一旦你开始这样问，你就从被程序控制变成了观察程序的人，你就拿回了主动权。第2步是重建。看见了问题，不代表问题就解决了，看见只是第1步。重建是需要你像一个理想的父母一样，重新养育自己一次。这听起来很难，但你可以做一些具体的事，比如去连接那些比你更成熟、更稳定的人。人是环境的产物，你身边如果都是情绪化、爱内耗的人，你很难独自爬出来。去靠近那些内核稳定的人，不是去依赖他们，而是去模仿他们，看他们是如何处理冲突的，是如何表达需求的，是如何面对失败的。你会发现，原来事情可以有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原来拒绝别人不代表不被爱，原来可以活得坚定而有分寸，不委屈自己，也不伤害别人。这种心理上的镜像模仿是人格成长最快的路径之一。再比如，勇敢地去面对你的潜意识。你可以通过写日记，把自己混乱的思绪和情感写下来。写的过程就是整理的过程。你也可以通过冥想，学习观察自己的念头，而不被它带走。如果条件允许，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一个好的咨询师就像一面干净的镜子，能帮你照见你自己看不见的盲区。很多问题不是你控制不住，而是你根本没意识到它在如何影响你。潜意识就像影子，你不回头看它，它就一直牵着你跑。你看清它，接纳它，它就成了你的一部分，你才能真正的掌控自己的人生。第3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选择。在每一个当下，都试着去选择内在积分牌。当别人误解你的时候，你是急着去争辩，去证明自己外部积分牌，还是告诉自己我清楚自己的本意？这就够了。内在积分牌。当一个诱人的机会出现，但它违背了你的原则时，你是选择抓住它，不管那么多了，外部积分牌，还是选择放弃它，因为这会让我看不起自己。内在积分牌。当你的朋友在炫耀他的成功时，你是感到嫉妒和焦虑，外部积分牌，还是由衷的为他高兴，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内在积分牌。每一次选择都是一次练习，每一次你选择了内在积分牌，你的精神内核就更坚固一分。提升人格不是为了变得完美，更不是为了成为像基努·里维斯那样的圣人，而是为了让你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活得更清醒、更自由、更像你自己。你不是一开始就要很强大，但你要愿意慢慢的为自己建立起这套内在的系统。基努·里维斯的故事之所以能打动亿万人，不是因为他有多成功、多富有，而是因为他在经历了命运最残酷的减法之后，活出了一种最纯粹的加法。他的人生是对这个喧嚣时代最温柔也最决绝的提醒。任何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逆袭，都不是赚到更多的钱，赢得更高的地位，而是一场彻底的人格层面的升级。是当你终于明白，你人生的价值不需要任何外人来定义，是你终于可以对自己说，我知道那些爱我的人会思念我，
而这就够了。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欢迎点赞、订阅、分享和留言。我们下个影片再见。